在这里作祟的鬼，显然就是第二种。两个看上去非常艳丽的男人嘻嘻笑着在池塘上现身了。两只鬼都没梳发髻，一个黑长直，一个天然卷，很豪放地披在身后，脸上涂脂抹粉，勾肩搭背的，然后都没穿衣服。说实话，有点辣眼睛。蓝忘机默默后退几步，远离了池塘，然后别过了头看远方。魏无羡在这个瞬间理解了自己在蓝家衣衫不整瞎几把搞时，蓝忘机到底有多糟心。那啥，魏无羡强行开始工作。你们也没干啥坏事，咱也不想把你们灭了，商量一下，要不你们换个地方，那个恩爱。黑长直很风骚地甩了甩头发。我们其实一直在旁边，你们也感受到了吧？蓝忘机还是没把脑袋转回来。黑长直脸上露出八卦的笑容。我听到你们俩是基佬。魏无羡差点没握住随便。蓝忘机奇怪地瞄了魏无羡一眼，道：黑长直和天然卷抱在了一起，他们的小兄弟也撞在了一起。二鬼当样地说：好巧，我们也是基佬。魏无羡不禁开始脑补自己和蓝忘机这样抱在一起卿卿我我的样子，吓得真的没握住随便。蓝忘机拾起随便，看了眼瞳孔地震的魏无羡，摇了摇头，把随便挂到自己的腰带上，然后继续抬头看远方，尝试着很委婉地说：君子不。妈耶！蓝忘机结巴了。魏无羡稍稍回了神，及时开口帮助补充：君子不遛鸟。蓝忘机又糟心了。天然卷低头，原地蹦跶了几下，她的鸟在她老公和魏无羡的目光下欢快地上下跳动。天然卷满意地点了点头。蓝忘机开始默念心经。魏无羡偷偷安慰蓝忘机道：蓝二哥哥，你别心塞啊，这鬼有毛病，又没有天赋异禀，秀啥秀啊，比你的可差远了。上次咱俩泡澡的时候，我看得可清楚了，蓝二哥。魏无羡被禁言了。耳朵红得像熟螃蟹的蓝忘机噌的一下拔出剑，语速比平时快了1倍。二位要是不配合，在下就只好强行将二位带离了。黑长直咕哝道：搞基怎么了？你们不也是基佬吗？你后面那个还看过你的鸟呢，咱们有啥差别？蓝忘机窒息了。天然卷笑道：还是这位公子明白事理，说要让我们解释清楚。你们来夜猎，碰上我们这种讲道理的鬼，总归还是要问明白的吧。魏无羡心想：放屁，你就使劲瞎辩，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让蓝湛解了禁言。蓝忘机感到心累，拉着魏无羡在池塘边坐了下来，等鬼说。鬼说之前，蓝忘机从乾坤袋里掏出一个屏风，放在了自己与魏无羡面前，这才舒了口气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。黑长直说：其实事情很简单，我们也不是真心想在小孩子面前那啥的，但是我们真的有事儿要和这户人家商量。然而咱俩修为不够，凡人虽然能看到我们，但听不到我们说话。要是贸然出去吧，怕把人吓着，我们也讨不了好。有一天，我们郁闷地在这池塘边，活动，没注意到这家主人的儿子就在灌木后面看着呢。不过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咱以一种最不惊悚的方式，让这家人知道了我们的存在。虽然还是造成了一些后果，不过其实做基佬也没啥不好。魏无羡寻思：这真的最不惊悚吗？蓝忘机点头：没错。魏无羡要哭了，蓝湛根本啥都没明白。没错个屁啊，没错。之前他到底为啥要嘴贱瞎扯？这下麻烦大了呀。二位与此间主人有何事相商？绕了半天，总算到了重点上。天然卷叹了口气，答道：二位仙长有所不知，这座山原本要陡峭许多，崎岖难行，也不属于哪家哪户。因为景观不错，在这一带小有名气。20年前，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相伴而游，恩恩爱爱，好不快活。一日游历至此山，上山观景，谁知行至半山遭遇大雨，乌云蔽日看不清楚，我们一通乱走，滑下了山坡，就这么摔死了。蓝忘机神情一动，万万没想到竟是这样的故事。没有魑魅魍魉，没有杀人寻仇，不过就是最简单的生死而已，却反倒让他觉得难过。黑长直接着说道：那场大雨下了很久，整座山都被瓢泼大雨泼得秃噜瓢了，树木东倒西歪，泥石从高处往下掉，所有的山坳都给填平了。我们恢复神智时，便已经成了鬼，困在这山上出不去。而我们的尸身就在某个沟里，地貌改了，我们找不到。
日子就这么过。一开始我们是想找到尸身，自己给自己拜一拜，看看能不能往生的。只是一天天一年年的都找不到，时间过得久了，似乎找不找得到也不重要了。我们虽然做了鬼，但也是一对出双入对的鬼，每日快活也没什么不好。要是投了胎，说不定还不如现在呢。蓝忘机微低着头，似乎有所触动。天然卷亲了青黑长直，再道：不过快活总归是有尽头的。前几年我也记不清具体是前多少年了，一户人家在前头建了院子，把山围起来做了后院。那我们2只鬼和一家活人住一起，这成何体统？两边可都要受影响。可是我们和他们没法交流，这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正好借着这个事情，想让他们搬家。黑长直捏了捏天然卷的脸。不过现在既然2位仙长来了，那还是动我们，别动活人了吧。麻烦2位找出我们的尸身，看看能不能帮我们往生了。听完这来龙去脉，确实不是什么大事。这个请求于望县而言，也确实是举手之劳。魏无羡从池塘边站了起来，拍了拍下摆，心想：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讲道理的鬼，看来书上所言也不全对啊。被他称作书呆子的蓝忘机，此时也有同样的想法。隔着屏风看着2只恩恩爱爱的鬼，蓝忘机在这一刻心绪很复杂，很难形容，似乎有些感慨，似乎又夹杂着些许羡慕。他们的感情克服了性别、时间与生死，只要在一起便是快活的。蓝忘机偷偷抬起眼角，瞄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魏无羡，立刻又重新垂下了眼睛，没叫任何人发现。他不该妄想，先不论魏婴会否同意，单是姑苏蓝氏3000条家规便容不得他妄想。只做同窗好友，这便是最好的了。叔父说过，他该求仙问道，娶妻生子，福泽天下。可蓝忘机终究不是圣人，他也想过家人祝福，两情相悦，他需要勇气。无论什么人什么鬼也好，只要给他勇气，他就敢试一试。蓝忘机开口问道：2位的家人可还安好？此刻他的心跳得有些快，他这一生从未这样忐忑过，似乎是有人把他的心吊在了喉咙口，咚咚咚咚，震得他天灵盖都在跳。2只鬼愣了一下，然后笑道：仙长是想要将我等尸身归还家人吗？那大可不必了。蓝忘机的心坠了下去。断袖之情终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，我们都是读书人家，父亲都是举人，最好脸面，早就同我等分断一绝了。2位找到我等尸首之后，怎么处置全由仙长定夺，我2人是外行人，全听仙长的。夜风微凉，即使是华南，冬季的夜也仍旧是带着凉意的。风拂过蓝忘机的面庞，将他原本的所有憧憬全部吹散。他眼前又浮出龙胆小筑紧闭的双门，叔父告诉他，情爱可怕，让他父亲蹉跎一生。蓝忘机道：好。那鬼补充说：我们原本是同窗好友，青梅竹马，也没想到会日久生情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便是我们这样的了。我知，你们是基佬。基佬这个词和蓝忘机的整体气质完全不符，2只鬼忍不住又笑了，有些八卦地说：2位仙长不也是基佬吗？蓝忘机垂眸，魏无羡捂住了脸，想钻洞跑路。蓝忘机的声音冷了下来，对魏无羡道：施法。魏无羡便燃了个符转，丢上天去。夜色已深，符转火光甚亮，2人2鬼跟着符转御剑缓行，不消一刻便找到了。当年再大的雨，如今也已寻不到踪迹，树木依然茂密，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。蓝忘机抽出碧尘，轻轻一挥，掩盖了20年的泥土褪去，挖出一个坑来，终于露出了2具白骨。白骨还算完整，四肢略有伤痕，大约是2人摔下来时磕碰的。他们相拥在一起，额头抵着额头，至死都没有分开。黑长直与天然卷落到坑中，蹲下来看着自己的尸身，长久的没有说话。碧尘入鞘，蓝忘机愣愣地看了他们一会儿，随后从腰带上取下随便还给了魏无羡。他没有看他，他此刻不敢。魏无羡依稀觉得蓝忘机似乎有些奇怪，但他猜测大约是蓝二公子没见过如此深情，被震撼到了，于是拿回随便，没有多问。待2只鬼再站起来时，模样已经变了，既没有凌乱的头发，也没有妖娆的妆容，更没有不成体统的裸奔，2人变成了再普通不过的青年男子，梳着20年前流行的发髻，白净清秀的脸，穿着读书人常见的素色长衫，
模样变了，气质和性格似乎也都变了。一只鬼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挠挠头说：我们活着的时候，一直都挺羡慕话本小说里那些侠客，或者是在天上飞的，像是你们仙门的修士，觉得特别潇洒。哪像我们，一辈子都这么平庸，被那么多世俗观念束缚着，要在家人和爱人中2选1。另一个挽住爱人的手也笑了。我们选了爱人，从此四海为家。虽然没有侠客仙掌门那么潇洒，但好歹也是潇洒的。后来我们做了鬼，不能四海为家了，不再潇洒了，但我们能变成任何想变的样子，能像活着时从不敢想的那样荒唐，还能像侠客仙掌门那样飞翔。尽管是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，虽然总有不圆满，然而无论如何，还是实现了梦想的。然后叹气道：但总归还是要落地的，我们终究只是凡人。蓝忘机道：不，你们已经足够潇洒。两只鬼笑道：谢谢仙长，仙长真是体贴。魏无羡也狂点头，心想哪天蓝湛也能对我这么体贴就好了。蓝忘机微垂着头，低声说道：我与魏婴会为二位立碑，不知二位姓名。想找到尸体本就是最正常不过的执念，这执念了了，也就往生了。再有人为他们立碑，即使没有家人，也有存在过的证明，便是圆满了。两只鬼道了姓名，再道了谢，拥抱在一起，逐渐消失不见了。墓碑竖起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望羡二人在山间度过了一夜，待太阳出生，身上不免都沾了些露水。魏无羡的禁言已过了时间，他走到蓝忘机身后，看着明显情绪低落的蓝忘机，想了想，握住了他的手。蓝忘机微微一怔，呼吸都变得有些炽热。魏无羡有些小心地问：蓝湛，你是不是被这对基佬感动了？蓝忘机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呼吸，只道：魏无羡其实已经胡思乱想了一个晚上，被感动的不仅仅只有蓝忘机而已。他这一晚上满脑子都是蓝忘机的脸，蓝忘机的胸膛，蓝忘机的大手，蓝忘机的身体，以及蓝忘机所说的他们是基佬，想得他脸红又头疼，直到天亮也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想干嘛。莫非是断袖有传染性？魏无羡竟突然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是和蓝湛的话，似乎也不是不可以。魏无羡一向有什么说什么，便问道：不如我们也做基佬？此刻朝霞漫天，蓝忘机正对着东方，魏无羡看到金光洒满蓝忘机的脸，让他看上去俊美又神圣。魏无羡突然怕了，他怕他亵渎了仙子，罪大恶极。蓝忘机冷冷说道：我们原本便是基佬。啊，对了，在蓝忘机的理解里，这是同窗好友的意思。魏无羡偷偷松了口气，又觉得有些失望，一时情绪复杂，松开了蓝忘机的手。蓝忘机感受到掌心逝去的温度，心想魏婴果然只是想要他做好友而已。蓝忘机淡淡地说：去向乡绅告辞吧。抬脚往山下走去，此刻他又是那个雅正端方的蓝二公子了。魏无羡点点头，跟在蓝忘机身后，将漫天的朝霞甩在了后头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更多完整版小说，感受望羡如何实践天天就是天天。